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那这一节呢，我们来看这一个幂零矩阵跟积那幂零矩阵就叫做 nilpotent matrix。那积的话就是任何的一个矩阵都有它的一个 trace。当然有比较严谨的定义跟广义的定义那我后面呢我们再来探讨。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nilpotent这一个 matrix。那在其实这个 nilpotent 在后面我们会看到什么？看到那个 Jordan canonical form 等等，有没有都会用到这些观念好，那现在这边先布一个局就是说好，首先呢，我来令我的 A 那一般我们玩这个的时候都会把它看作是一个方阵。好 ，A 是一个方阵，它是一个n 乘 n 的一个矩阵这样好，那 A 呢 is 怎么样？is 这个 nilpotent。好，那它是一个 nilpotent。那当然也还有很多其他的特性，我在这边先弄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些跟各位做一个怎么样呢？做一个说明然后后面呢有一些相关的，让我们碰到一些应用问题的时候，我们再来做说明好，那存在一个 k 属于 n 这些符号我一直在用，你们要开始晓得因为这个都是在写数学这些都最常表现的一个方式，使得 a 的 k 次方等于零矩阵也就是存在一个这个自然数那使得 a 的 k 次方等于零矩阵的话，那我们就称作这个矩阵叫做 nilpotent 叫幂零矩阵，有没有？好，那我们来看一个，那幂零矩阵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the index， 那这个你要把它换成指标也可以的或什么一大堆那就是说一般我们讲的 index of a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一些正整数可以让 a 的 k 次方等于零，那一些 k 的中间最小者我们就称作它的怎么样？它的那个 index 我们看出来我们来看这一个那一般因为最大有无穷多个嘛，没有以那个数为这一个为意义这样如果它存在的话就是无穷多个，那当然我们要找到最小的那一个才比较有意义好，那我就随便举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都是以后你们在看那个 Jordan canonical form 的时候常看到好，我们就事先布局出去。好，假设我 A 是某一个矩阵长成这样子，好，那因为要有实体的感觉，所以我就举一个这个例子给各位看。那有很复杂的题目在我的书里面有那等到后面有机会我们再来做一些解题的那个小单元的时候呢，再来把那些困难的这一个题目跟各位分享那先建立观念最重要那你就把这个矩阵把它布一次局，有没有看到然后再布一次局那这个前面已经教过你们怎么去做矩阵的计算，那当然你们就自己本身要花点时间，因为我给的作业不多当然课本是作业很多这样好，那你就算一遍，那算一遍当然就是前面讲过，你就是刷这个好，我来换一个其他颜色好了好，也就是说我这边就刷跟这个乘有没有就得到这一个那刷跟这个乘的话得到这一个，看到那刷跟这个乘就得到这一个所以依序你可以这样的一个做法这样那这样我就可以继续得到，所以这边得到1 0有没有就变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如果我再继续做下去 a 的3次方就会得0，也就是说那 a 3次方你也知道等于什么，就是 a 的平方再乘上 a 嘛，所以如此你就把它继续说它就得到零矩阵，所以因此可以看到index of a 的话它是等于多少？等于3这样等于3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这个例子那当然这个后面都会用到。好，那我们来给一个比较难一点的例子那这个也是在考试常出现的题目，就是说AB 的话它本身怎样？ AB 它本身是这个方阵那 A 跟 B 具有交换性，那 A 跟 B 呢两个都是幂零矩阵那因为这个 nilpotent 是一个形容词所以 A and B are both nilpotent 这样写就可以。那叫我们证明说 A 加 B 也是 nilpotent， 那怎么证明所以那一般我们在写这个时候一定说它一定会存在一个 R 跟 S 属于 N 有没有
使得记得这些精简的数学符号，你在考试用这样写都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这个是数学家在写数学所以以前我们在读数学系，包括到美国去这些老师很喜欢数学系老师也都是这么写很精简所以你要开始练习这个那 a 的 r 次方等于0所以我这样经过一阵训练，你们呢应该要开始熟悉这些符号，因为很多同学在大学的时候就是老师很多的那个教法都是比较用投影片教，那没有办法给一个明确重要那而且大家又不去大量修数学系的课，这比较麻烦好，所以按照 A 跟 B 是幂零矩阵的这一个定义，所以它一定存在两个正整数使得 A 的 r 次方等于0 B 的 s 次方等于0好，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来解我的题目了我就令 K 等于 R 加 S， 因为我要找到一个可以让 A 加 B 到底哪一个数是 A 加 B 呢，还是 A 乘就是说是 R 加 S 呢，还是 R 乘 S 那分析的结果说是 R 加 S， 那这个事实会不会让它等于0？会不会让它等于0？那这个就要来怎么解法来解法这样那像这种题目都是在考试常考的题目来验证你到底很多相关知识懂不懂比如说从高中就开始什么叫二项式分布有没有那叫 binomial theory 就二项式定理有没有？二项式定理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把它展开有没有？把它展开这样就是那以前我们就讲一个小写的 a 加 b 的什么 n 次方展开那个就叫做二项式定理有没有？二项式这个在高中就开始学的好，那这个事实呢我就来展开一下。那如果各位不熟，你在 Google 顾一下网络上都有很多的小的教学带子都给你了好 A 的 i 次方就是 r 加 s 取 i那 b 的什么呢 r 加 s 减 i 就那么简单的一个数学公式这个在以前早就已经读过了那只是说帮各位再复习一遍呢好，那到目前为止我继续证下去，所以我已经来到这里了没有？那还记得 A 的 r 次方等于0 B 的 s 次方等于0，所以我就要继续怎么证？我要证明说在这个二项式这一个定理就二项式展开以后它会不会这个等于0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英文还是写一下就不失去一般性，有没有看出来所以这个解题技巧一定要随时记在心中，我令 r 小于 s 不失去一般性，有看出来？所以你要画一条竖线出来的话这个是我的 s 这个是我的 r 这个是我的0，有没有在这里有看到这样就很容易的那我们来分析一遍，来简单的分析一遍，有没有分析一遍？好我就找一个这个比较漂亮的 icon 这个课程设计师给我是美美的 icon 那点缀一下看起来会比较舒服好，比如说我可以分析一下我的 i 因为我的整个题目的解法是在这个 i 的变化，所以我的 i 可以落在这里我的 i 也可以落在这里有没有看出来好，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因为我们的 i 很明显是落在什么？那还有落在什么 r 加 s我也可以落在这里，有没有看到？我也可以落在这里，所以你看 i 有各种不同的落法好，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就假设我先 i 落在哪里？落在 r 落在这个第一个阶段先落在这里，有没有看到？这个第一个是我们先看到落在这里，有没有看到？好，那落在这里的话，你就分析出一个什么结果出来？分析什么结果出来？就是 r 加 s， 因为我们现在的上面有 i 跟 r 加 s 减 i， 有没有？那 i 的状况就分布在小于 r 那落在 r 跟 s 还大于 s 那当然最后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点我没有写出来，没有？好，我再把它画出来。这边还有一个点，有没有？就一个什么 r 加 s 在这里面看到，我要分析这几个区域 ，i 就落在这几个区域里头嘛。好，那如果落在这个第一个区域，那没关系。两者之间，我发现呢，这个式子怎样？这会大于等于 s， 有没有？大于等于 s， 因为 r 减 s 大于0，再加 s， 那当然大于 s。那大于 s， 那意思什么意思？就告诉我说 ，b 上面有一个 r 加 s 减 i，
注意这个等于是只要任何比 S 大的带进去都会等于0。比如说B 的什么样呢？ S 加1就等于什么呢？ B 的 S 乘上 B， 那当然就等于0乘上 B 啊。那当然就等于0嘛，这个很简单，所以这个会等于0。这样分析算简单的齁。好，我们这样依此的分析，你就可以发现说，我有这个能力来分析，所以我就分析 I 落在那里，有没有看出来？那好，那我直接跳快一点R 大于等于 I 小于等于 R 加 S， 所以我一口气就怎么样？我一口气就分析这一段的 I， 有没有看出来？分析这一段的 I， 那我就推出来怎么样？那这个情况之下，很明显的 I 就大于等于什么 ？I 就大于等于 R。那注意，我来分析这一个的没有，所以就推到怎么样？这种情况之下 ，AI 等于0。某些情况之下它等于0，某些情况之下它等于某些情况它等于0，那全部都涵盖所有的 cases， 都涵盖的。所以那就告诉我们说，每一项其实都等于0啊。I 从0到 R 加 S 里面的那个每一项都等于0，所以呢，所以我们就可以证出来 A 加 B 的 R 加 S 等于0。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A 加 B 呢，它一直什么 near potent， 哇，简单的一个数学分析而已，高中数学程度就可以了。所以这个简单的分析，好，挡住那部分，那不管它了没有多大影响。好，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做一个热身了，做个热身。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 trace。trace 其实有些广义的定义它也不一定是方正。那当然一般我们研究的时候都还是看方正。好 ，A 等于什么呢？ Aij 有没有 n 乘 n 属于这个 trace， 有时候也是你说它有点小角色，但是有时候它又很重要，在解题的时候又会蹦出一个很重要。那 trace 中文把它换成叫基，轨迹的基，有没有 of 怎么样呢？ A 好，这个 Wacom 的手写版很少出现这个乱码。好，那好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就把它写成数学无法感到简写叫 TR， 也就是主对角线值相加。AII 有没有看出来？就是这个是我的 A 呀，有没有？我的 A11 呀 ，A12 点点点，有没有到我的 AEN， 我的 A21 点点点到我的 A2N 点点点，有没有看出来？那 AN1 点点点 AN2 这些你们在自己的时候就要像我这样多写，你就可以容易很熟悉。trace 就是把这边全部加起来，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我们要的这个结果。那这样我检查它对角线的变化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但是我刚刚讲过说它很重要。虽然是看起来有点小角色，但是有时候它会蹦出大惊奇出来，所以你还是要注意到它的那一个整个的一个结果，没有？好，那我们假设我的这边是1 2 3 4 5 6 7 8 9好了，所以很简单，我的 trace A 就是把它加起来，它没有用绝对值没有绝对值，就是它把原始资料把它加起来。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例子，给各位做参考。那它呢又有很多的特性出来，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看那个定理，矩阵 A 跟矩阵 B 它们都是方正。矩阵有时候矩阵跟行列式常常我会念错，你们就不管它了。好，那 trace A 加减 B 就等于 trace A 加减 trace B， 它可以做一个线性分解，没有？好，那第二个这些都要证明，但是因为篇幅关系我就在这里没有花很多时间证明。这个是很多检验里面就很重要，比如说 A 是方，注意A 不是方正， A 是 M 乘 N，B 也不是方正，是 N 乘 M， 那结果 A 乘 B 的话变成什么 size？ 它的 size 变成是 M 乘 M， 这个 size 变成怎样？变成 N 乘 N， 有没有看到？竟然他们的那个新矩阵 AB 的矩阵的对角线相加跟新矩阵 BA 的对角线相加竟然是一样的。那这个当然是可以当做 homework 给你们做。那我们再公布答案给你，因为这个再证下去我们会花很多时间，但是这个结果很重要。这个 A
加 B 等于脆 A 加脆 B 有没有？哦，那脆 AB 等于脆 BA，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样嘿。哦，好，那还有再来第三个就是说脆 A 的转置的脆跟A 的这脆 B 了嘛？转置矩阵的对角线不会变，所以脆的 A 转置等于脆的 A 哈，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嘿，没有问题这样哈，所以这个很简单嘿。那既然有这个结果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有看到这一个前面哈，但是这边有一个定理哦，有一个定理非常重要哦，他没有讲哦，所以这个 remark 哈，这个我做一个 remark， 就是说脆 AB 等不等于怎么样？脆 A 加脆 B 好像不等哈，不等，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要等一下，就是说脆 AB 等于脆 B， 但没有人告诉你脆 AB 等于脆 A 乘脆 B，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嘿。那最后一个的话，最后一个就是说最后一个就很容易证明利用2就可以很容易证明出来，脆 B 的 inverse AB 等于脆 A 这样嘿，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一个4个结果。那因为偏误的关系，我没有在一一论述去对它证明那你们可以自己练练看。那如果说有很困难的那证不出来再告诉我嘿，那我再想办法再看看在那个讨论区哪边呢再来一些简单录影跟你们做一个这一个讲解这样嘿。那下面这一条题目第2条，在这一节第2条题目，哇，常出现的题目了，常出现在考试出现比例非常非常的高嘿，就是说 A 跟 B 是2个互数的方阵那是不是存在一个 A？ 我这边要斜体字嘿，记得我们就是说在很多的数学符号都要斜体字这个我在排版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嘿。好，就是说 AB 减 BA 等于单位矩阵嘿，对还不对？对还不对所以这个情况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不要傻傻分不清嘿，所以它是矛盾正法，它不是反正法，所以这个考试只要把这个英文单字写出来，老师就知道说你有几把刷子，你有经过训练有没有？所以 prove by contradiction 矛盾正法。好，我们就假设 suppose 什么呢？存在一个 A 跟 B 属于这个 C n 乘根就是互数方阵，使得 AB 减 BA 等于 I。这是很严谨的训练，能看出来。好，那我们来看看会不会造成矛盾，会不会造成矛盾的现象出来好，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脆就会就是一个虽然小角色，但是很重要有没有看出来？非常重要。那 OK， 所以这个时候脆 A 减脆 B 有没有看出来？就等于脆 AB 减去脆 BA， 有没有看到？那我们前面不是有数学公式，就是刚刚讲过嘛？我再复习一遍，有没有？我们公式是脆 A 加减 B 等于怎样呢？等于脆 A 加减怎么样？脆 B 有没有？喂，快写出去了，快写出去了。好，然后呢，脆 AB 等于脆 BA， 我们没有讲脆 AB 等于脆 A 乘脆 B 所以，但是这个式子告诉我没有？这个式子告诉我，我用一个这个很奇怪的画法，好，放回原来颜色。所以这个减这个怎么样？它会等于0，等于0，有没有看出来这个是我的第一个式子。小角色，有没有看出来？那在脆 I 单位矩阵有没有？它中间都是1，所以它等于 n， 它大于等于1，有没有？所以这个第2个式子。那这样的话就是说，那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出来了不要忘了这个式子不要忘了这个式子，不要忘了这个式子。所以我们的结果告诉我怎样？就说第一式子等于第2式子这个不对make 什么？或 makes a 什么呢 ？contradiction。它造成一个什么？它是一个造成一个矛盾，看出来，造成矛盾，也就是它告诉我什么意思？矛盾的一般来讲写到这里就不用再做一个收官，就直接就答案就这么收手也可以。那如果说你不放心，有没有？不放心，你们看出来 make a contradiction， 所以呢？所以怎么样？所以either 怎么样呢？does
does not， 好，那我不用缩写的哈 ，exist 有没有 let， 好，这个 AB 减 BA 等于 I 嘿，所以我们如果说你不放心，就再多补这一行，好，那这样的话整个结果看起来就会非常的不错，非常的不错这样嘿，所以原则上的话就是说这些数学手法都不难哦，你就只要稍微的那个训练一下，你大概就能够把它表现得非常好。所以这个都是我相信这个都是应该属于我们在写数学的一个很纯熟、很精简的一个写法啊。这个就是说在数学系或者在整个的数学训练里面，这些都是蛮完整的哦。那现在很多学生都比较不 care， 那很多年轻教授也都没有经过这些比较严谨的训练哦。那上课都讲得太写得密密麻麻，会造成同学们之间的资讯负载哦。那我希望说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训练，那大家的脑袋瓜会持续的这一个成长啊，那包括整个完整的数学手法也会不断的进步这样哦。好，那这一节呢就先到这边结束 ，OK。